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有不少小主给胖妮留言，说胖妮是不是被盗号了呀？怎么还有一个小胖妮子撩后宫呀？那个频道也是胖妮的，两个频道都会有更新的，没关注的小主赶紧点关注哦。看《甄嬛传》时发现一个细节，甄嬛总是不停地给人送礼物，不管是古代后宫还是现代社会，送礼物都是常见的社交手段。礼物送到位了，很多事情就好办了。皇后、华妃都是经常送人礼物的，新人刚进宫时，他们俩比着赛，往各宫送礼物。华妃的套路很简单，什么贵送什么，在价格上压人一头。皇后送的礼物大多数都是用来害人的，所以他们俩都没什么参考性，毕竟咱没有华妃那样财大气粗，也没有皇后那么阴暗。甄嬛送礼物倒是值得学一下，她总是花样多变，每一次都送得恰到好处。有多少人为送礼物发过愁？反正胖妮经常为这事发愁，有时候实在不知道送什么，干脆不送。对于社恐来说，送礼物真的好难。今天咱就跟甄嬛学一学。眉庄因为假孕被禁足后，甄嬛数次求见皇上而不得，她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，如果连她也失了宠，眉姐姐更没指望了，得让皇上念旧情，愿意见她。方若姑姑是不错的人选，她在御前行走，说得上话，而且她也是甄嬛的教习姑姑，也算有一点情分。但即使有情分，求人办事也不能空手啊。甄嬛送了两样东西，一是自己戴的金镯子，二是皇上送的骡子带。这两样东西都是比较贵并且稀有的。金镯子不稀有，但甄嬛一直戴着的变稀有了，这也是二人情分的体现。骡子带总共才3盒，内务府都不知道怎么分，特意请示了皇上才分得下去，可见其稀有。关键是骡子带除了稀有，还是一个很好的道具。方若姑姑用它描了眉，立即引起了皇上的注意，然后她很自然地提到了纯元，让皇上想起了甄嬛。送了那么多贵东西，还能直接当道具，这个忙方若姑姑实在没理由不帮，不帮都不好意思，对不起教习一场的情分。甄嬛还求过曹贵人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明面上毕竟是去救人的。当时她带了两样东西，一样是亲手给温宜做的肚兜，以显示亲切，二是蜜合香。蜜合香是极珍贵极稀有的，一般人根本得不到。结果不出她所料，曹贵人把肚兜之类不值钱的东西扔了，蜜合香却舍不得扔。也是因为蜜合香，甄嬛笃定了浣碧的背叛。甄嬛给了咱们很好的答案，求人办事送贵的稀有的，比如一些大品牌，一般人平时不舍得买的，非必需品，又贵又不容易轻易得到，别人才觉得你这人能帮，收了也不好意思不帮。更多的时候，甄嬛在表达善意，潜台词就是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不管在哪儿，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吗？安陵容被夏冬春刁难，甄嬛成功帮她解围，然后她摘下自己的耳环送给了安陵容，并说人们都是先敬罗衣再敬人。那对耳环就是安陵容此时此刻需要的。给人解围只能说明甄嬛仗义，送别人需要的东西则是很明显在表达善意。所以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安陵容和她成了好姐妹。后来甄嬛还给安陵容送过宫女，也是当时安陵容很需要的。当然两人反目那是后话了，至少用这个方式是可以交到朋友的。甄嬛也向叶澜依表达过善意，叶澜依太不好相处，后宫人人都不愿意理她，第一次和甄嬛见面，她也没给甄嬛好脸色。但甄嬛注意到她喜欢穿绿色，内务府送料子时，她就挑了绿色的送给叶澜依。这其实也是在表达她想和叶澜依交朋友，就算没有果郡王这层关系，其实叶澜依对甄嬛也比旁人好一些，说明这些礼物还是起作用的。需要表达善意的人，一般跟我们条件差不多，大家是要做朋友的，就没必要送太贵的东西，反而是对方喜欢的、需要的，更能彰显自己的真心，说明你注意到了对方需要什么，喜欢什么。地位比自己高的人，一般比自己有钱，也比自己见的好东西多，在你看来很贵的，可能别人稀松平常，花钱也不一定讨好。
华妃送太后墨狐皮大氅就是例子，足够贵，足够稀有，但太后看到的是华妃的好东西居然比宫里都多，说明年届不安分。甄嬛给皇上和皇后都送过礼物。从甘露寺回来后，甄嬛给皇后送了一串佛珠，这其实就是非常恰当的礼物。首先，佛珠不贵，不会让皇后觉得被压一头。其次，佛珠是甄嬛经历的一部分，说明用心了。第三，佛珠寓意比较好。甄嬛给皇上送的是锦衣，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，多用心啊！而且皇上和甄嬛不仅是上下级，更是情侣，送贴身的衣物也比较合适。总体来说就是地位比自己高的人，送礼时要让对方觉得你花了心思。至于礼物贵不贵并不重要。拿到现在来说，比如出门旅行，千里迢迢扛了一些当地特产回来，这个送人就很合适，别人会觉得你真的花了心思，或者自己会手工，亲手做了一些好看的东西。当然这里也要注意，心意虽然最重要，但东西也不能显廉价，毕竟对方地位比你高，你得想着这东西对方用不用得上，会不会觉得拿不出手。所以可以不贵，但也不能显廉价。甄嬛其实很少送宫女和太监礼物，唯一一次是送浣碧浮光锦，但那也是因为浣碧身份不同。浣碧得了浮光锦，很是满意了一番，穿出去到处招摇。其他人，甄嬛基本不送礼物，而是送关心。小允子每天在廊下守夜，哥哥生病都无法照顾，甄嬛给送假期，让她去照顾。后来还专门提醒宫女，小允子在廊外守夜太冷，多给她加一床被子。加被子这件小事儿被甄嬛特意说出来，就显得很重视小允子。甄嬛从甘露寺回宫，找了之前的宫女佩儿，一方面了解新贵人的情况，一方面想用她。所以甄嬛没有送礼物，而是亲自给她擦药。这也是甄嬛的聪明之处。华妃喜欢给宫女太监送礼物，虽然笼络了一部分人心，但并没有几个忠心的。因为大多数人对权势是有偏见的，觉得领导送什么都是应该的，谁让你是领导呢？有权有势的，送点礼物怎么了？送少了可能还不满意呢，送多了又看得出来你特意想笼络人。大家跟你的关系也不过是收了你礼物，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而已。甄嬛是有针对性的，她不会广撒网，而是只对身边几个核心人物好，让他们觉得被重视。当他们觉得被重视，就更能激发潜能，也会更自信。胖妮最后总结一下，求人帮忙时送贵且稀有的，表达善意时送别人需要的、喜欢的，送地位比自己高的，要让人觉得花了心思，送下属礼物，要让人觉得被重视。用这些方式送礼物，既不会花太多钱，也能起到应有的效果。人性古今不变，送礼物的原则自然也适用于现在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